大家好，这几天天气非常的舒服啊，每天都是微风习习啊，气温保持在20来度，穿着短袖出门骑行，属于是最好的季节啊。现在呢，我在绿怡花园骑行，准备呢从前面拐出去，拐到19大街，然后呢向东骑行，去到村外再去骑一段之前经常骑行的线路。前些天呢，抓住过节的尾巴专门去了一趟西关老城区，骑行穿行在那些老街道巷还是体会到很多平民的生活，感觉到生活的本身呢，原本就是应该如此。我想普通老百姓都应该是差不多的这种生活状态除了大家说的1%的富人之外一般的人呢，要捅破这个天花板实属不易硬是要往上去上升的话，那你说不定会做出很多的牺牲，或者呢，你会失去很多的东西。所以怎么讲，做人呢应该努力为了自己更美好的生活，确确实实不应因循守旧。但从另外意义上来讲的话呢，你在努力奋斗的同时，在生活上呢还是要甘于平庸，随遇而安。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种生活的智慧就人呢上进和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他应该两者兼而有之。所以我在想还是要活在当下，活在现实之中人呢应该有理想，但是再高远的理想呢，也是要一步步的向前走，也要脚踏实地的生活这些呢是刚刚出来骑行突然在脑海中的一些闪念就当是自言自语，也分享给观看我视频的各位朋友。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美好的人生，或者各个美好的时段大家应该一样生活中总有酸甜苦辣，总有可遇不可求，总有那些失之交臂的失落等等但是生活呢在继续，时间呢也是飞快的流逝就看你能不能抓住当下，抓住让自己心动，让自己能够愉悦的时刻。我相信呢，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未来，才有为美好的未来奋斗的动力
祈福新村这边呢，早都骑熟了啊，各个屋村大概从哪里到哪里啊，怎么走才更为舒适，基本上都一清二楚啊。但即便如此呢，我还是不喜欢每天都走相同的路啊，总会在尽可能的这几条路里面呢，随意拐几条最近比较少走的路。现在呢，我在天湖居那边呢，准备骑到村外去。今天风很大啊，但是都是暖风，吹在身上呢，没有一丝凉意啊。好像确实有一段时间没有从天湖居这个侧门出来了。上次我记得从外面骑行回来往这边回去，但是时过好多个月呢，这条路一点都没有重新修整一下，坑坑洼洼的样子。中国人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各扫门前雪。如果跟自己利益不相关的事情呢，基本上大家都没有去做的动力啊。好，我现在从莲花大道呢转到银平路啊。进到这边呢，还是堪于这种乡村或者说城中村的景象，只是呢，比以前多了一些这种商铺、小店，然后也会有一些物流中心，甚至会有一些创意园啊，包括珠宝的创意园，就是完全是一种混合经济的状态，但是呢，又完全是符合市场的原则。就基本上这边的，你不管是开店还是做企业，就总之你有能力就做下去，没有能力呢就自生自灭。政府的这种强力的管控呢，在这边还是基本上是放任的。
现在拐了一个弯呢，还是银平路。觉得这条银平路呢，应该是可以骑到西环路上面去的。今天就往那个方向去骑一下。这边呢叫大小罗珠宝小镇啊。但是呢，我们对这个产业不但不熟啊，而且尽量避而远之。我相信这里面的猫腻太多，而且也涉及到人的很多的天然的那种探头的虚荣。就我觉得这些任何的珠宝啊，除了极少部分可能有某种的投资收藏价值以外，对平民老百姓的生活其实一钱不值，毫无用处。但是呢，也不可否认啊，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产业，使得很多人呢就有了就业的岗位啊，然后派生出很多的其他的生意来。比方说这里人聚集多了，就会有餐饮、居住、交通等等的关联的业务。所以对于一个地区来讲的话呢，应该还是不错的，还是有了更多的经济发展的空间。
确实有一段时间没有骑这边的小路了，但基本上感觉还是老样子，没有太大变化。可能是春节刚过，我看很多的商铺都还关着门。
这个地方呢，以前也曾经骑行来过，但是呢，真的毫无特色，就是一些乡办的、村办的这种工厂还保留着，正在等待新一轮的土地开发变成城市化。但是大家除了那些等待以外啊，也没有别的办法。广州这座城市呢，它基本上就是各自为政啊，就各管一摊。每个地方呢，为了自己的一些利益呢，它通过自己的一些自主权啊，就是发展一些可以发展土地，然后呢，所以你就会在各个地方啊看到一堆的高楼，但是边上就是一座村庄，走过一段地方呢，又是一个新的市镇，然后又是一片田野，大概就这样的这种交替的景象。现在呢，我出了丁根村这座村庄之后，你看啊，这里应该就是鱼山路了，鱼山西路吧。到前面去找一个掉头的地方。现在呢，我已经转到了这条景观大道上来骑行，向着景观大桥啊，准备骑上去。
原本呢，我要顺着左侧的这座景观大桥上桥的，但我突然看到前方有长堤西路，我觉得干脆到河岸边上就骑一段吧。这边呢就是沙堤路啊，就已经到了这个四桥水道的边上了。这里叫四桥水道碧道，下面呢有更亲和的漫步道。嗨，大家好。刚刚不小心啊，车子倒了，一下子把我这个支架呢，一个接口就摔断了啊。你看，现在这个上面就没有办法固定了，一个断了啊。但是幸好我的相机并没有摔坏。现在呢，我就面对的是这个河滨四桥水道，再往前走呢就是平山冲了，一个非常美的地方。看看我身后的这个四桥水道啊，春天的这个气息非常美。我正对的呢就是开着花的树啊，不知道是不是夹竹桃啊，有点像。刚刚就从这个台阶下来的时候呢，一不小心车就倒了，摔了一下。看看我的后面呢就是景观大桥。今天虽然有点不走运啊，因为我的单车车把上没有办法再架我的相机了。等到我买了新的支架以后，再开始骑车出行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走到这个河边来转一转，就看看这个河畔的风景，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就这边呢，就是一个清水平台。我看到这个水里面啊，扑通扑通的响，不知道青蛙还是鱼在那里跳跃啊。你看啊，这边都做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步道。那今天就只能在这边走一走，以此来结束今天随意的这个骑行了。因为今天原本呢还是希望能够骑到一个叫火龙路，想去看看那边的风铃花。往年呢都3月份才开，但是今年比较暖啊，不知道会不会提前盛开那个黄色的一片花海。
因为我的单车放在路边啊，我也不大放心走远啊，所以我还是尽快的去取了我的单车，看看没有相机我也得要慢慢的骑回去才行。好了，我们继续上路吧。万幸啊，没有把我的相机摔烂。好，我现在把那个拍摄杆啊就加到侧把上，就一手握着这个自拍杆啊，继续骑行一段啊。因为这边的风景还真不错，实在是不想错过这样的美景。你看这个河道啊边上也算是一种湿地吧，就有很多的这种绿植啊，应该也没什么规划，它就自己长满了河边，有些呢开得不少的花儿，这种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少不了呢也会有人在这边钓鱼啊，还不止一个。出来骑行啊，有时候也是一种采风，自然呢就会增添一些拍摄的设备啊等等，但是呢也经常会出现一些状况，不是电池报废了需要去更添新的，就是自拍的什么支架断了啊，这已经断了调回了，然后也要去增添新的支架。另外一个呢头痛的就是啊，就很多素材存在硬盘里面啊，就是你要不断的去购买硬盘。其实我已经买了好多个硬盘了，那现在呢也没办法，家里硬盘太多了，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也只能是把它旧的删除一些，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节省一些空间，少花一些金钱。看来这边的钓鱼的人真不在少数啊。
好了，我的左侧呢就是莲湖生态公园那里了。我想呢，今天的拍摄因为设备的关系啊，就到此结束吧。就在这个河边啊，四桥水道结束我今天的骑行。那我们改日出来再骑行啊。等我买了新的支架之后，才可以进行骑行的拍摄和再跟大家闲聊。那我们就在这边呢结束我们今天的骑行吧。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拜拜。